体内气息如此不安，必定是洗髓池的效果。我不要领主之人相救。好啊。想保住脸吗？求我啊！求求你！本来你求我，我也不打算救你的。奈何你是随我来的洗髓池，这未免也太巧了一些吧？我不过是不想让其他人说闲话罢了。白氏这一招挨了顶多痛上几天，但这幽兰仙子指不定就直接给拍死了。你没事吧？皮肉伤而已。危险！等其他仙女来了再去吧。这幽兰倒是个知恩图报的性子，无妨。
说，尔等何方妖孽？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哎呀，王爷，请手下留情啊！此乃是神君养在天外天的白灵神兽，并非妖孽。行止。对。你们神君是要做仙界的养殖大户吗？什么猫啊狗啊的都有他的份儿。哎呦，别怕别怕。碧苍王是在埋怨我的过错吗？啊，小仙的过错。我。受伤了。托神君的福，皮肉伤而已。怎么回事？小仙奉神君之命，将白灵兽从天外天带去西院，怎知经过此地，白灵兽突然发狂，我拉也拉不住，伤了王爷和洛天神女，实在是小仙的过错。白灵兽突然发狂，并非你的过错。你带碧苍王到西院找一个医官，看看伤。王爷，你为何去惹白灵兽？幽兰不知神君在说什么。碧苍王桀骜不驯，对仙界傲慢无礼。幽兰想着给他点教训，让他收敛一下脾性，谁曾想白灵兽失控。该收敛脾性的，怕是幽兰仙子你吧？幽兰知错，可神君，你是三界唯一的神明了。幽兰恳请神君顾念三界众生，碧苍王审理此人，不可深交。我与碧苍王并不熟悉，谈何深交？仙子此次险些酿成大祸，再有下次，怕是不会那么走运了。听话啊！哎，别动，别动啊！白灵兽身为神兽，怎会无缘无故的发狂？看行止今天将幽兰私自寻去，这祸事必是他自己惹出来的。我这才来仙界几天，便遭了多少横祸，实在是与此处有缘无分。别套了，王爷，我怕他伤到你啊。他乖的时候不套也行，不乖的时候套也没用，省得浪费绳子。说的也是。哎呀，王爷，你要是喜欢他呢，就陪他玩一玩。神君把他带来呢，也是为了陪你啊，打发点时间。来，给。行。王爷，那我告退了。嗯。
看似无心，却是有心。行止如今到底是怎么个想法？我觉得自己就像那只狮子狗，想起来的时候动弄两下，像是闲暇里打发时光的乐子。仙界也有卖假药的吗？啊？得找店家赔钱啊！敢毒害本王的人，居然只有这点胆量。仙界果然养蠢物。你凭什么？像你这样的卑劣灵族，如何配得上芙蓉仙君？你这么喜欢芙蓉君吗？要不这样，我带你一同到天君那儿，你好好跟天君表达表达你对芙蓉君的爱意，让天君为配得上芙蓉君的你赐个婚，可好？你，本来这种毒对我来说也没什么伤害，但与方才吃进去的药在体内一合，倒是有点厉害。不过如此嘛。芙蓉君从来不是你这样的人可以私占的。就是。你们仙界这帮臭丫头，当真是欠揍极了。怎么可能？你明明中了这么多毒，被芙蓉君荼毒了这么久，本王今日便让你们看看，什么叫铁血真英雄。15332，15333，15334，谁啊？本仙君马上就要破纪录了，这是养的女鬼吗？仙君，仙君，仙君，好像有仙女去逼苍王的院子里图谋不轨。走，去看看。我去你的！走，快！沈烈，你在做什么呢？有3个不知死活的仙子来送死。认识这个吧？啊！我把他们给杀了。你把他们杀了，然后烤了？
尝尝吗？真是的，过了，有点过了，你这给我吓的。哎呀，还杵着做什么呢？赶紧救人呐！哦，谁敢？好歹给我一面子吧，让人家说说话嘛，给你道个歉。啊？给谁面子？给你的未来未婚夫嘛。嗯。行。别吼了！仙姐之前实在太放肆了，就是，根本不把我们仙姐放在眼里。堂堂碧苍王，居然如此蛮横无理！仙君，快把这个神女赶出仙界！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对我们！放我们出去！哎，别吵了！放我们出去！仙君，放我们出去啊！仙君，放我们出去！仙君。成何体统？沈离记得，之前芙蓉君与行止神君来我灵界之时，我灵界虽算不得以倾国之力相待，但也算是礼数周全。可这如今有毒的饭菜还在桌上，空气中仍有异香。这有毒的银针，沈离也都还留着。这一日3份重礼，敢问天君，这便是你们仙界的待客之道吗？是本君考虑不周，令碧苍王遭到如此不快之事。3位仙子即日起禁闭100年。怕什么？多谢天君帮沈离主持公道，但是沈离还要在这仙界多待上一段时间。这芙蓉君府，沈离怕再生事端。这些姑娘的招数虽伤不到实质，但谁知道芙蓉君还会招惹多少麻烦过来？照这1日3次的阵势，便是不死也得崩溃了。还望天君帮沈离找一处安静的住处。别吵！哎，你的，来，别说话了啊！仙界西处小院可以。哦，碧苍王，仙界西有一处安静的小院，只是位置稍偏，屋内布置也略显朴素，不知碧苍王可会嫌弃？哎，天君言重了。仙界的朴素于我而言也不会差到哪里去。明天就搬过去。也好，你与神君也是见过面的，所以你2人同住也不会尴尬。
神君？啊，这仙界能被称为神君的人，约莫只有那一个吧。他在那里住，你这老头怎么不早说啊？我们同住会尴尬，会尴尬的好吗？站住！来是何人？沈离，参见王爷。不知王爷为何在此徘徊啊？随便转转。百花宴在即，还请王爷莫要随意走动，以免被当成宵小之徒，造成不必要的麻烦。仙界这些家伙怎么回事？一个两个都这样。与其被这样烦扰，不如去西院与行止一同尴尬着。行止下界的时候并没有被抹掉记忆，所以他那个小院定是按照这个布局来摆的。我记得这里的摆设是遵循了能聚天地灵气的阵法，在此处待着，倒是有助于潜心清除体内浮生留下的毒素。或许也只有在人间的时候，披着一个凡人的身体，所以他才能那般随性吧。重归神位的行止，有了太多我看不懂的情绪与顾忌。身份的不同，当真可以改变一个人态度。没人类的鱼长这么肥，这仙界的水好啊。这是一群小鲤鱼精啊！大姐姐，你要陪我们一起玩吗？大姐姐是凤凰吗？凤凰为什么会怕水？谁说凤凰怕水了？我也觉得凤凰可能怕水。我才不信呢！试试就知道啦！哎，你们干嘛？松手！松手！松手！
不吃就不吃吧。那我们先洗个澡。走喽。2次了啊，2次。但我刚才看你玩的挺开心的。我承认，第1次我是有意的，但这一次我真不是故意的。出来。我自会给王爷一个交代。神君，能不能一个都不打？上来。什么时候这么好说话了？不过就是一群小孩子，弄得我跟欺负他们似的。神君带这么多小孩，你不吵吗？热闹啊！你不觉得很好玩吗？本来满心以为见到他会尴尬，但此事一闹，哪还有什么尴尬可言？神君给沈离安排一间厢房吧。从昨晚到今日这么折腾，沈离现在只想好好睡一觉。左边的厢房，任王爷挑选。还有啊，这些小锦鲤也都算是西院的侍从。这段日子就让他们伺候王爷吧。我不需要人伺候。估摸是在屋子里闭关修行，这样也好，
若能一直持续到百花宴后，下次再见到他，除非是在我和芙蓉君的婚宴上，然后就没有相见的日子了吧。哎，过来，站好。再不听话，都给你们放到池子里，给你们清蒸了。可是神君说了，王爷和其他仙人都不一样，不吃饭的话会饿肚子的。如果我们不伺候你，王爷会被饿死的。饿不死，我也是神仙，不用吃饭，回去吧。快走！一大早，这么热闹啊？啊？神君是来给我添乱的吧？我可没有这么传达。我们是真的在用心伺候王爷，真的是用心的在伺候王爷。这就真心伺候吗？若要伺候，便由神君来伺候吧。好啊，精灵们，回池子里去吧。说吧，王爷想我怎样伺候呢？仙子为何而来？我是，天君嘱我通知碧苍王，想着王爷常年在灵界，周身难免沾染瘴气，是以在参加百花宴之前去洗水池净身。今日是去洗水池的日子，我心想着神君与碧苍王同住，便带来一些仙果。我是看门没关我就进来了，好巧不巧的，什么都没听见。神君仙果。若是天君传令，便别耽搁了，快些走吧。王爷，那是天外天机缘之下降于仙界的神光，你如此直视，甚是无礼。天外天，王爷，先前我曾去过灵界，虽不曾细看，
但也算见过灵界的环境。我知道，灵界之人对仙界必有不满之心。仙子有话请直说。可是不满也好，怨怼也罢，还望王爷和灵界之人拿捏分寸。这3界唯剩一个神了，没有人能承受失去他的代价。所以仙子的意思是，灵界心怀不轨，利用我勾引行止，意图消掉行止的神格。仙子，且不论我能不能如你预计的这般有本事，就说失去神明这事儿，若行止保不住自己的神格，那也是他的事儿，你告诫我有什么用？溪水池快到了，王爷请吧。王爷，踩到我的裙子了。参见神女。这洗髓池不仅能够洗掉瘴气，也能够洗去很多灵力。要想恢复灵力，怕是得等到百花宴之后了吧。退了我的灵力，减少威胁。这些道貌岸然的仙人，总是时时刻刻对灵界提防着、戒备着。即便是我们已经那般妥协了，这个人的手艺半点没有变化。那不是他的房间。
这房间里莫不是有什么奇珍异宝？神清夜，神落星，神观月，这里竟然是供奉上古神灵位的地方。打扰了，诸位上神。千机，诞生新的神奇了。天道可有赐名？天道赐名行止。行止，好名字。他的使命呢？最奇怪的一次，天道并未给予天启之事。小心指，我是上古神清木，以后在天外天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行止，这是行止刚诞生出来的样子，这是上古神留下的记忆。还有吗？行止啊，一个旋算比赛而已，
一票之差输给青叶，不丢人吧？差了1票，那你投给谁？我要是说没投给你，你会怎么样？给你看个东西。什么呀？洗洗脑子吧！请起来！这个小心智，调皮。来，幼稚。还有吗？供奉上古神灵位的地方，当是极清净之地。把这么重要的地方，随便摆在这样一个屋子里，真的没关系吗？仙界的人是日子过得太舒坦，门口也不知道设个结界来你。这儿不能随便进来。我先前没有告诉过你。那我现在出去还来得及啊？来不及。也没什么大事，来都来了，一起过来拜拜。也有好久没人过来看望他了。此处的景色与天外天一样，他们素日里也会排成星宿的模样，不会到处乱动。可能今日见到你来了，他们就跑过来凑热闹，看来他们很高兴。现在是真的开心。我看到的只有这些灵位上刻的字，而行止看到的却是他曾经的朋友，一些再也回不来的友人。行止活到现在，已经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活了多少年了。他被3界称为尊神，享最高礼遇，独居天外天，握苍茫星辰，观天下大事。可却再没人能陪伴他左右了。他站得太高，谁都无法触碰。会觉得寂寞吗？为何这么问？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，但若有朝一日，灵尊、肉鸦、我的将士和下属们，皆变为不能说话的牌位，而我还要一人独自守着空无一人的灵界，我必定是活不下去的。习惯了便好，并且我重责在身。你说的寂寞也好，
生死也罢，都不在我的掌控当中。上古神不应该是将世间所有都握于掌心的吗？算是吧，但唯独我自身除外。神因力量过于强大，而不能动私情。我想，你应该是知道的。况且生与死，也不在我的掌控当中。除非待到我受尽之，化为天地之气，永驻山河，否则我还不能死。受尽之日，上古神也有受尽之日。自然，万物有生，岂能无灭？虽然我的寿数很长，待到我受尽那一日，我便随天道之力，化为天地间一缕生机，融入到山河湖海当中。神形虽灭，但神力永存，继续守护这万物星辰。既然如此，那这些神明都是寿终正寝，化为了天地间的一缕生机。他们中有3成是寿数尽了，剩下的7成都是在受尽前出了变故，做了有悖天道之事，被剥夺神格，永堕凡世，到人间尝百苦去了。他们神形俱毁，神力荡然无存。他们生前在世间残留的法术也尽数消失了。这些灵位也算是天道仁慈，给余下的人留下了一点念想吧。而我亲眼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一个的离开，这里的灵位一点一点的变动。也就是说，顺应天道受尽而去的神明，他的神力还会留存在这世间。但若被天道剥去神格的神明，便什么也不会留下。若有朝一日你出现任何变故，那虚天渊……虚天渊是由我撕裂出来的一个空间。若是我被剥夺了神格，没有了神力维系法术，它自然会消失。那会有数千头像蝎尾狐一样的魑魅逃出来？不会，它会随着虚天渊的消失而消失，但与此同时，灵界也会被虚天渊牵连，一同沦陷。为何？哪怕是神，要开辟出那般巨大的空间，也是极为困难的。所以我借由灵界五行之力，并注入我的神力，方才铸成虚天渊。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灵界与虚天渊便连通在一起。
剩一个神了，没有人能承受失去他的代价。幽兰说的没错，行止不能出世，没有谁能承受失去他的代价，只因为他早已不单单是他自己了。如此沉重的责任，实在让人难以背负。所以，申离，我控制不住想要撩拨你。这个家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说自己责任沉重、不能动情的人是你，现在说出这种话，来牵绊我的人也是你，推开的人是你，握紧的人也是你，你是有毛病吗？应该是有点什么病吧。这算是承认了什么吗？他的话说得如此模棱两可，但背后的意思却那么明确，所有的情绪都该收敛了。可是他说他做不到，那么，既然如此，本王必定会替神君治住这个毛病。这原本也不是我一个人能控制的事情，但没办法，一个身负天下重任的人在我面前耍无赖，那就由我来吧。我毕苍王没有斩不断的东西。那有劳王爷了，还望王爷莫要治标不治本，定不负所托。王爷，星旨还有一事相托。我也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。倘若有朝一日我身形消散，留下一个灵位在此，我还希望王爷闲来时能够前来打扫探望一番。为何是我？因为正好你看到了。神君仙寿绵长，沈离怕是等不到那个时候。如果你都等不到的话，那这寂寥天地也未免对我过于残忍了吧？我比谁都清楚，记忆不会保存太久。若有那一日，我希望他能来看看我，常看看。总会记得久一点。若是他早早把我给忘了，那我该多寂寞。哼，这偌大的仙界，还能给我饿死不成？
的甜，王爷若是不信，可以随便尝尝。这是让我随便吃的意思？你随便吃吧。这幽兰如今到底是个什么意思？想借着这几个仙桃噎死我不成？还是要陷害我，偷拿仙果？哎，你们幽兰仙子给的东西，拿了不算偷吧？王爷说笑了，既是神女给的，自然不算偷。这怎么了？
火锤之力竟如此强大。若不是凤凰天生火性，或许在我接触这压力之前，便已被灼烧为灰烬。啊！天君，有火光，往西院去了，已经烧起来了。西院，西院供奉着上古神的灵位，碧苍王也在西院。神去哪儿了？这是？走。本王在此，谁也休想损诸神一尊威严。行止与仙界那些处理不和，如此重要的地方，竟不知设个结界护卫一下，而且事发这么久，他们就没有谁看见这里不对劲吗？仙界这些闲人，当真是说大日子过久了。他日若是灵界攻上仙界，不消一天，就能让这群酒囊饭袋俯首称臣。我又没能理解，天道为何不许神明生巧？如此强大的力量，若随心所欲，始于私情，天下岂不大乱？沈离，你不想活了吗？死不了，只是我有点累。你为了这间破屋子，把自己逼成这样，你怎么想的？我总不能让你一点念想都没有。你当真是在帮我公主？神君，别过来！我现在就带碧苍王去疗伤。
原来和神君比起来，平日看起来那般强悍的碧苍王，竟是如此娇小。沈离也有脆弱的时候。火袭仙界，简直胆大包天，务必彻查。是。3天过去了，天兵派了一队又一队，火攻这么严重的事儿，居然还没查出来。看来如今的仙界真的是悠哉的太久了，众仙家也真是散漫成性了。是该整肃一番了吧？回禀天君，回禀天君，调查西院被袭一事已有进展。快说！臣等循着行止神君扔回去的火球，在北边一隅发现了侵略者的行迹。只是什么？只是我们赶到的时候，那处已无一生者。人家躺在那儿让你们查，你们居然还查了这么久。微臣惭愧。继续说，到底是谁有胆量敢来袭击我们仙界？北海一族。北海一族，他们一向是性情温顺的一个族群，千万年来从未挑起过战争。这次发了疯的袭击仙界，背后定有隐情。无远，在，立刻去北海一探究竟，速去速回。是。啊，看来芙蓉这次真是花了点心思在沈林养伤的地方。皮外伤而已，何须养那么久？简直是浪费时间！你让我出去？伤没好以前，哪儿都不能去。那些天火根本就没有想象中那么厉害，主要是我此前进了洗髓池，被洗去了灵力而已。现在已经没事了。哼，若不是房中灵位之气溢出，无知友人们以神力护住你的心脉，你还能像现在如此大声地跟我讲话吗？如此，竟是那些灵位之力露了出来，护住了我。这些上古神也真是神奇，都已经毁得只剩下一个牌位了，却还要抽空护住个把人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有劳神君，下次去祭拜的时候，替我说声多谢。另外，既然当时我已经被护住了，那就说明我已经没事了，我可以出去了。不行。你关着我做甚？你非要出去做甚？啊！已经3天时间了，仙界却还没有捉到主谋。说什么派人去探查消息，就算是前天出发的，这2天从仙界往北海也能跑10几个来回了。难不成这探查消息的人是栽到水里迷路了不成？怎么办事的？该着急的人不着急，你在这儿瞎着什么急？我再被关下去，我就差瞎了。换做往日，我定要提枪剿了那群混账东西的老巢。我看你啊，是挨欺负了，心有不甘。
想讨回来。你不准走。